即便我真的舍不得想留下来，我也不可能再为万马堂做安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方玲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。什么？他知道你的身份了？他还知道，5年前我让你立我为正房夫人那件事情，只不过是在演戏骗他。不过义父，你放心，我没有全部告诉他。我说这件事情和你无关，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。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这些都是我替我娘还的。若是我没记错的话，下个月应该是你娘的忌日了，也是马夫人的忌日。如果没有发生那件事，也许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夫人的话，奴婢没有名字，只知道爹姓吕。以后就让他跟着我，做我的贴身丫鬟吧。谢夫人赏识。过来！住手！来吧！禽兽！来人呐！今天的事儿要是说出去，大不了我挨顿鞭子，而你在万马堂就别想待下去了。这孩子就是个孽种，我不想留他。别这么说，既然怀了，也许这就是天意。我怎么能把他生下来？若是让别人知道了，万马堂绝对不会留我。我会帮你。翠农，翠农，来，娘，你怎么这么久才来？娘实在是脱不开身来。来，看娘给你带什么了？这几天过得还好吗？我都听您的话，一直躲在草垛后面，除了您，谁来我也不出来。我的乖孩子，等娘攒够了钱，娘就带你离开这儿。我苦命的翠农。娘，你在哪？你好几天没来看我了，我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？我好饿。娘，娘，你在哪？你是谁？我叫翠农，你呢？我叫马芳玲。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你？我在大漠里迷路了，不小心走到这里来的。你爹娘呢？我没有爹娘。爹娘，我找到一个好伙伴。灵儿，他是谁啊？他没爹没娘，很可怜。爹能不能把他给留下来，陪我一起玩啊？其实我见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知道你是谁的孩子。我是看灵儿那么喜欢你，我才没有揭穿你们母女的关系。谢谢义父，您当时收留我，还肯认我做义女。要不是你娘干下那些傻事，也许你们姐妹俩也会这么一直好下去的。你干什么？你娘为了攒够钱带你离开万马堂，铤而走险去偷我夫人的首饰，结果被我夫人发现。虽然你娘是无意的，
但还是酿成一桩血案。我知道，义父当日是刻意留我一命，有意放过我，才没有当众说出我是我娘的女儿。灵儿她娘死后，灵儿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办法从伤痛当中缓过劲儿来。那个时候，我希望你能用自己的方式去偿还你娘欠下的债，所以把你安排去了无名居。我明白，这5年来，你做的比我想象中的要好。既然我曾经答应过你5年的期限，现在你可以走了。我不走。义父，我愿意留下来，即便我不能为万马堂做暗探，我也可以留下来，保证万马堂的安全。这样再好不过了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讲。和我在一起的姐妹，现在只剩下锦猫她们4个人还活着，我留下，让他们走。小姐，怎么样？没有被人发现吧？没有。好，那你先下去吧，别让人看见。是。姐。你这招偷梁换柱用得不错啊！你监视我，我还以为你真的念在姐妹情面的份上，把我接回万马堂。其实你根本就是想把我从无名居支走，对不对？告诉我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去哪里，用得着你管吗？你是不是去找傅红雪了？你怎么这么惦记着傅红雪？那天你跟我说的话，你自己都忘了吗？难不成你都是骗我的？对，我在骗你。我爱傅红雪，甚至为了她，我可以失去所有。我已经是她的人了。方玲，小姐，慕容公子请您一起给客人敬酒。小姐这就去。我还需要去吗？你当然要去。我不会嫁给慕容公子的，因为我已经不是处子之身了。可是你还是万马堂的大小姐。方玲，义父年事已高，在江湖上，想取而代之的人不计其数。如果这一次不能成功的和慕容家联姻，一旦有一天万马堂气数尽了，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后路？方玲，你听话，现在你就出去，去给宾客们敬酒，就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。如果有人问起，
你就说一些客人来迟了，你亲自去接的他们。这件事情我会替你保密的，一定不能让义父知道。这不公平。这本来就不公平，因为你是马空群的女儿。这么漂亮的媳妇儿，你来了！这么漂亮的媳妇儿，听这话吧，我娶媳妇儿，那就是伺候我的。亲一个！吹什么牛啊？慕容明珠啊！亲就亲。亲一个！给你脸不要脸啊！别在这儿给我装单纯。谁啊？大小姐，大小姐，进来。公孙大哥，大小姐，你刚哭过？不是，只是进了风沙。我公孙段跟了你10年，分得清你是哭过还是迷眼。大小姐，自从我跟在你身边的那天起，大老板给我的任务就是不让你受半点委屈，半分伤害。10年了，我不敢说万无一失，但也算是鞠躬尽瘁。但现在，我却要眼睁睁地把你交给那个烂泥扶不上墙的男人。公孙大哥，这么多年，你跟在我身边，像我的守护神一样保护我，不让我受到一点伤害。可我是马空群的女儿，很多事情由不得我，也由不得你。看着你流眼泪的样子，我这心里就好像在淌血。大小姐，如果能够让你脱离苦海，舍掉我这条性命，又当如何？公孙大哥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要杀掉慕容明珠。公孙大哥，你不能这样做。大小姐，求你了，让我去吧。就算你杀了他，又能怎么样？大小姐，就算你杀了慕容明珠，还会有第2个慕容明珠，第3个慕容明珠。可是那个时候，还会有第2个公孙大哥站在我身边吗？这么多年来，你对我的好，我都记在心。你跟在我身边实在是太辛苦了，我希望你也要开始自己的生活。我给你存了一笔钱，等到我婚礼结束，你就离开万马堂了，好好的找个姑娘娶了，好好的过日子。公孙大哥，我想一个人好好的静一静。
堂的人。傅红雪，我们大小姐下了死命令，绝不会让你踏进我们万马堂一步。只要我想做，没有什么能拦得住我。上！傅红雪，这一路上大小姐让我们阻拦你，让我们看看你能走多远。你们一共有多少人？一起上吧！大老板已经在里面恭候各位了，请吧。什么意思？麻烦各位，把手中的兵刃全卸下来。为什么要卸掉我们的兵刃？你没看见背后那几个字写的是什么吗？藏风阁，在万马堂先祖的灵位面前，任何带尖儿的、带刃儿的，都必须收起来。开门！干嘛？连我的剑也要卸？没人能带着兵刃见先祖，这是万马堂的规矩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是你们万马堂的女婿。我再说一遍，没人能带着兵刃见先祖，这是万马堂的规矩。什么破先祖？啊，不就是个死人牌位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是敢卸我的剑，我要了你的命。咱们见个死人，用不着带刀带剑的。关你屁事！我今天就要带剑进去，我看你们谁敢拦住我！慕容公子，可以进去了。送你了，别客气。傅红雪来了，他怎么来了？傅红雪，他也敢来啊？这小子刀太快，兄弟们挡不住啊！你还真敢来，找死！哎，傅公子，我接你没有接到，你却自己来了。好，既然来了，都是客，请吧。卸下你的刀。为什么？没人能带着兵刃见先祖。谁说的？我手里的这把鬼头刀说的。可我这把刀说的不太一样。什么意思？有刀就有人，有人就有刀。我若要强留下你的刀又如何？刀在人在，刀亡人亡。好。今晚万马堂请大家吃饺子，正愁拿什么剁馅儿呢。
看你正合适。来人，把他拿下！住手！马堂主，敢问这位少侠尊姓大名？我姓傅，叫傅红雪。原来你就是傅红雪。最近听到不少有关你的事，早就想见你一面。我也早就想见你了。今天是我们马家祭奠先祖的日子，傅少侠如果不介意的话，请随我们一同祭奠。结束之后呢，我再好好的请你喝一杯。请。哎，为什么他能带刀，我就不能带剑进去啊？你也可以啊，除非你也可以做到剑在人在，剑亡人亡。走走。既然你来了，就再也走不掉了。这里供奉的是我的大哥白天宇的牌位。他若还活着，如今也该40有5了。他若能看到灵儿大婚，肯定是很高兴的。神刀门跟万马堂本是一家，我大哥武功天下无双，世间也唯有他的刀配得上神刀的称号。虽然我继承了大哥的家业，但也不能妄称神刀门，所以改名万马堂。我今天带大家来这儿，就是想告诉大家，万马堂能有今天，整个江湖能有今天，就是因为这儿曾经有一位顶天立地的男人，他值得我们每个人敬佩他。白大侠是怎么死的？乃是被魔教当年的萨满天狗所杀。可是你亲眼所见。晚辈，你不得无礼。岂止亲眼所见，要不是我大哥保护我，我早就死在那天狗的手中了。那你能不能说一说，当时到底是怎样一番情景？这件事一直是我的噩梦，但逝者已矣。作为当时唯一的生者，我有责任告诉大家当时发生的事。20年前的那个正月15，天上下着大雪，我与大哥一家人在梅花庵里赏梅吃酒。干，来干，来。
我再敬你一杯。啊，干！那个叫天狗的魔教萨满，不但能够穿墙遁地，还有不死之身。他的刀快如闪电，对我大哥同时劈出了13招杀招。事情虽然已经过了这么多年，那个叫天狗的也早已下了地狱，但直到今日，我的噩梦里面仍然会出现那副可怕的面具。你说的魔教天狗，神通广大，但最后还是死在你的手里。看来你的武艺还是要更胜一筹啊！我们万马堂连同武林各门派，火烧魔教冲霄塔，将魔教教主连同各大长老一同歼灭其中，从此江湖再无任何战事。要说我跟天狗谁的功夫更胜一筹，真不敢说。我只能说，在江湖道义面前，邪不胜正。那你有没有看到谋杀白大侠的那个凶手的样子？那个人一直戴着面具，我始终未曾见过他的真实面目。你当真没有见过？当真没见过。我想，那个面具后面一定长了一张吃人不吐骨头的狗模样。
来，干了！好，好酒，吃，这个啊，上哎，马上来。怎么一个人啊？我来陪你。马上。是你叫陆小佳拦着我的吧？看来陆小佳的剑还是挡不住你傅红雪的刀啊。傅红雪手中的刀又能不能敌过叶开手中的飞刀呢？傅红雪，马空群找过我，他让我给他女儿马芳玲做保镖，我答应了。所以如果婚礼上发生什么事的话，我一定会站出来的。哎，到时候恐怕要兵刃相见，再不能像现在一样同席而坐了。你现在就不用跟我同席而坐。那你多孤单啊，傅红雪，我们依然还可以是朋友，看你怎么选。明天就是马芳玲的大婚，我知道你没安好心，与其把血洒干在这里，还不如跟我出去浪迹江湖。你有一身本事，又有我这个朋友，大把的青春好年华，何必想不开呢？我打赌，你肯定没有见过洛阳的牡丹花海，我带你去啊。你要不要见一下马芳玲？她马上就是别人的新娘了。雀浓姑娘，傅红雪少侠住在这儿吗？是，不过刚刚已经看到她往那边走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等蛇毒退了就好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知道是你，你得在马井里的，也是你。我求你了，这次不要死我。住手！你要做什么？方玲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他？就是因为我喜欢他吗？方玲，你听我说，傅红雪她不是人，她是一个妖怪，你才不是人。只有心里有蛇蝎的人，看别人才是蛇蝎。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刚才这一幕你没有看到。方玲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你才执迷不悟。我不知道傅红雪做了什么，让你可以什么都不管了。但是就算你恨我一辈子，这个人今天我也要杀。
爹教我的这招长虹贯日，本是用来刺对手心脏的。大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公孙大哥，通知万马堂所有人，以后这个女人，要是再敢踏进万马堂一步，上至老臣，下至奴隶，都可拔刀杀她。是。好，我走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进万马堂半步。我和你老死不相往来，以后你是死是活，我绝不会再过问。那是酒，不是水。有什么区别？你明明是酒，可是别人把你当水，有什么办法？我是个开酒馆的，但是我滴酒不沾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酒不能解决问题，它只会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。所以，你若是真想解决问题，就不要喝酒。若是真像你所说，喝酒能够推迟解决问题的时间，那我宁愿喝光世上所有的酒，这样这些问题就都不用解决了。我想这世上只有一个人可以让你这么苦闷，跟马芳玲闹别扭了。我们应该永远都不会再见了。没有相聚，又何谈分离呢？你说的对，没有相聚，哪来的别离？若是当年我娘没有生下我，没有相聚，又何谈分离呢？你说的对，没有相聚，哪来的别离？若是当年我娘没有生下我，我就不会在这个地方苦苦待5年。如今我和芳玲也不会有这种别离之伤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只差一步。如果芳玲早来一步，她就会看到傅红雪是一个妖怪；或者说她晚来一步，我就会一剑刺穿傅红雪的心脏。那么一切就都结束了。你说傅红雪是个妖怪？没错，我亲眼所见，傅红雪她是个妖怪。我真没想到，她宁愿相信别人，她也不愿意相信我。我在这待的5年，每次撑不下去的时候，她就像一根梁一样，在背后支撑着我。可是今天，这根梁断了，
你说傅红雪是个妖怪模样，那她神志清楚时可还认得你？我也说不清楚。她一会儿像个野兽一样嚎叫，一会儿说人话，好像她的身体里面装着2个人。那不是妖怪，是赤影蛇的毒物。赤影蛇毒？我也是听江湖上老人说的。传说魔教的人练功，他们会在乾蓝山找一种1000年的赤影蛇，服用毒物，会使自己的功力倍增，但是这种毒会在体内无法化解，直到他们碰到临近的同伴的召唤，便会欲火焚身，变成半人半妖的模样。是吧？我没事，谢谢你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……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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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说，服过这种毒的人，一旦有同类的召唤，就会变成半人半妖的样子？我也是听老人们说的。但我没见过。你去哪儿？我要去万马堂，向所有人证明傅红雪的身份。你不能去，没有了万马令，你会很危险。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小姐，爹，你睡了吗？你进来吧，坐。爹。哎呀，日子过得真快啊！我总觉得你还是昨天在爹身边到处转悠的小孩子，今天一转眼就要出嫁了。我就要嫁给别人了，爹心疼不心疼啊？说不心疼是骗人的，爹何尝不希望你一辈子陪在爹身边呢？要不是爹身体每况愈下，那些江湖的余下之辈一个个对万马堂的位置垂涎欲滴的，爹也不会出此下策。爹别瞎说，您身体好着呢。灵儿，爹知道慕容公子他的性格有点任性，但你们将来是长相厮守的夫妻，你又是大家闺秀，以后你要多包容他。爹放心，他对我挺好的。这样就好。今天闯进万马堂的那个少年，我听别人说了很多有关你们的事。爹说的是傅红雪。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总会遇到命运不合、八字相克的人。我和那个傅红雪有一些过节，传到别人的口中，难免夸大演绎。爹不必放在心上。看来你挺了解他的。只不过是一个收人钱财来行刺的莽夫，把他打发走就行了，不提了。这样就好。爹问完了，该换灵儿问了。
你想问什么？我从翠农身上找到的。看来你什么都知道了。姐姐去做暗探的事，爹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件事总要有人去做，我这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他的安全。他在无名居做了5年的暗探，这些年来，凡是要来我们万马堂的人，都必须要经过边城，要经过边城就逃不过他的眼睛。这些年，他为万马堂、为你挡了多少凶险，连我自己都数不清。万马堂那么多人，为什么偏偏是他？只有他最合适。这么说，爹一早就安排好了，所以认他做女儿那天起，您就安排好了。你为什么这么狠心？这不公平。这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，就像一双鞋子，鞋子要有鞋面跟鞋底，鞋面是给人看的，鞋底是用来走路的。鞋底要是挡不住脏东西，保不齐鞋面就会脏了。我知道你们姐妹心里面有些坎儿过不去，你们虽然没有真正的亲缘关系，但你要多体谅她。不管你心里面有没有她这个姐姐，但我知道她心里面是有你这个妹妹的。这些年来，要不是为了你，她也不会撑到现在。这喜宴还有1个时辰才开始，还没开始，咱们得喝起来。来，喝酒！来，说啊，这郎才配女貌，豺狼配虎豹，这万马堂的大小姐和慕容公子，简直就是天打雷劈，是不是？对。你这个老蜘蛛呀，我老蜘蛛啊，酒没喝多过，今儿我必须喝多一次。来，喝酒！你又来做什么？难道你忘了大小姐说过，你胆敢再踏入万马堂半步，万马堂上至老臣，下至马奴，人人可以拔刀诛之。芳龄在婚宴上有危险，今天我必须要进万马堂。大小姐说了，你就是她最大的危险。你若不让开，我就只有硬闯了。哼，既然你要硬闯，就别怪我刀下无情。快！来人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小姐，听说翠农姑娘闯进来了。翠农？哦，对了，花轿快到了。哦，我马上出来。是。你不是说你不会再来万马堂了吗？
怎么还是来了？妹妹，你听我说，这场婚事真的有危险。为了你的安全，我必须陪着你。姐姐，我们在一起10几年了，从小到大，你就一直护着我，生怕我有一点危险。我特别感谢这10几年来你为我做的事情。可是我现在长大了，不再是那个小丫头了，我要去做一些自己的事，不需要姐姐的保护了。方玲，让我陪在你身边，让我留下来。对不起，姐。小姐，花轿到了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来。慕容氏第16代嫡孙慕容明珠，慕容氏第16代嫡孙慕容明珠。哎，这什么意思？没到吧？这怎么是耽搁了吗？有请新郎，慕容氏第16代嫡孙慕容明珠。啊，没事啊，怎么还不来哎，我说这小子太不靠谱了，太阳都晒屁股了，还出不出来了？不来呢？慕容明珠，你要再不来，那新娘子可要嫁给别人了。来呀！啊，这哪儿去了？来不来了？哎呀，合成这个样子，哎呀，真是。婚礼正式开始。天黄黄，地黄黄，眼流血，月无光。一入万马堂，刀断刃，人断肠，休想还故乡。什么人？好，马公爵，你是谁？原来你早就把我给忘了。我宰了你！少爷！一共13刀，刀刀致命啊！这13刀一眨眼的功夫，连我都没有看清楚，他是多快的刀啊！真想跟他比试比试。这一刀就可以致命，
干嘛要使出其他12刀呢？不会有什么目的吧？他的目的很可能是要告诉我，当年杀死白天宇的凶手还没有死，养精蓄锐12年，又再次出手。怎么可能？天狗在10几年前被我们连同魔教所有的人在冲霄塔里烧死，他怎么可能活着？难道他有穿墙遁地之术，亦或是有不死之身？马空群，我们家大少爷大老远来赴婚约，现在就死在了你们万马堂，你总该给我们一个说法吧？何为丧人命？马家跟慕容家是世交，慕容公子是慕容先生的大公子，该是我视如己出的女婿。他如今死在我的眼前，我的心如丧子之痛。你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女婿还尸骨未寒呢，你们还要挑拨我们两家的感情吗？杀害我女婿的凶手，我马空群定要将他碎尸万段。但我马空群不但是万马堂的掌门，慕容明珠的岳父，更是整个武林的首领。我不但要对马家、慕容家负责，还要对整个武林的安危负责。现如今这个凶手还逍遥法外，当务之急是保护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安全。马大老板，请恕我吴沧海多说2句。刚才天狗说的话，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听到了。他是冲你一个人来的。吴掌门，当年我万马堂结合武林各门派一同火烧魔教冲霄塔，在座的各位恐怕都脱不了干系。如果说这位凶手真的是魔教余孽，那他可不是针对我马空群一个人来的，大家都有份儿。射人射马，擒贼擒王，还请大家千万不要中了他的计谋。大家请放心，只要有我马空群在，我绝对不让任何人受伤害。风漫天在，守住万马堂大大小小每个门口，连只苍蝇都别放出去。是。公孙端在，带着兄弟们仔细搜查万马堂每一个角落，就算他有遁地之术，我要掘地3尺把他挖出来。是。灵儿，让你受惊了。爹，你不用管我，灵儿只是担心爹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把东西收起来，回去好好休息。灵儿先回房间了。马小姐，能单独聊聊吗？能不能借一步说话？你们都下去吧。可是小姐，大老板吩咐过，叶公子是我的朋友，他在我身边，你们大可以放心。去吧。是。走。你找我来什么事啊？告诉我傅红雪在哪儿。她在哪儿？我怎么知道？你要是不知道，恐怕就没有人知道了。叶开，如果你今天来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些无聊的话，那对不起，我不奉陪了。哎，刚刚婚宴上，所有人都在，唯独傅红雪不在。万马堂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这些人是不会放过她的。你的意思是，傅红雪是杀手？我当然不希望她是，但只有她的坐骑是空的。现在人们已经开始议论她了。不是她。你为什么这么肯定？你一定知道她在哪儿，对不对？叶开，你的聪明不该用在我的身上。我用不着知道他在哪儿，我只知道我特别了解他，他不是那种人。我知道傅红雪在你心里的位置很重要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你认识的傅红雪，并不是真正的傅红雪，毕竟你们只相处了1个月。叶开，没想到你也会在别人背后嚼舌根子。用不了多久，所有人的矛头都会指向他，到时候单凭你一个人的力量，根本就帮不了他。我们都不希望他被逼上绝路。谢谢你的关心，
傅红雪不会有事的。你知道傅红雪是魔教的人吗？我本来并不想告诉你，傅红雪是当年魔教大公主花白凤的儿子。16年前，魔教被中原武林各派所破。今天，武林各派的人悉数在此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傅红雪的仇敌。我知道傅红雪并不是一个坏人，但她却成为了仇恨的牺牲品。你告诉我这些做什么？我们都不希望她成为那个人，更不希望她变成那种人。所以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，我们得做些什么。告诉我，你知道她的下落对不对？叶开，谢谢你，但这是我们的事，你用不着插手。你还不明白吗？现在这已经不是你和傅红雪之间的事情了。我们不会有事的。开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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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门呐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左堂主，我们奉大老板之命，前来搜查杀死慕容明珠的凶手。哼，这里没什么凶手，你们去别的地方找吧。凶手狡猾，以防万一，还是让我们进去搜一搜吧。我说了，这里没什么凶手。难不成你们怀疑我左天鹤是凶手？完全没有这个意思。他刚才已经说了，我们是奉命搜查，望左堂主行个方便。自己家门进了贼，就拿我们折腾，这就是你们万马堂的本事吗？左堂主息怒，我们这也是为了你的安全。咱们说话的功夫，那个丧心病狂的凶手，说不定又对谁下手了。用不着你们操心，管他来的是天猫天狗，只要他敢动我左天鹤，看我不用白鹤64掌打他个稀巴烂。既然如此，左堂主好自为之，我们走吧。刚刚婚宴上，所有人都在，唯独傅红雪不在。万马堂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这些人是不会放过她的。你的意思是，傅红雪是杀手？我当然不希望她是。你知道傅红雪是魔教的人吗？我本来并不想告诉你，傅红雪是当年魔教大公主花白凤的儿子。16年前，魔教被中原武林各派所破。今天，武林各派的人悉数在此。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傅红雪的仇敌。方林，你告诉我，你早就和傅红雪串通好，在婚礼上上演这么一出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和傅红雪串通好，让她假扮天狗，在婚礼上杀掉慕容明珠，然后把罪名推卸给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人。你的意思是，我跟傅红雪一起杀了慕容明珠？义父这么多年来真的把你惯坏了，惯得你天不怕地不怕，什么都敢干。原来在你心里，我是这样的人。难道我说错了吗？你根本就不了解我。可是我看到的是，你要毁了义父几十年的基业，毁了你自己。事已至此，覆水难收。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万马堂的名声，保住你的名声。你听话，现在就跟我去见义父。我会把所有的罪名都推在傅红雪身上，一切交给我。无论我说什么，
你只管说是。不管你说什么，我只管点头说是。从小到大，小到每一顿饭、每一件衣服，大到婚事，不管什么事情，你们都说我只管说是就好，好像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权利，就是只管点头说是。以后你就会明白，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。对不起，姐，这一次我不能答应你。你说什么？姐，我告诉你，傅红雪不是杀人凶手，我的匕首也不是为了杀慕容明珠而准备的。我和傅红雪两情相悦，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伤害任何人。你被他骗了，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我有眼睛，我看得清人，我知道谁对我是虚情假意的，谁对我是真心诚意的。那你知道，你所谓的真心诚意的人，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？你想告诉我，傅红雪是魔教的人，对吗？看来你已经都知道了。人出生在什么地方，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。生在万马堂的我不能决定，同样生在魔教的红雪也不能决定。人生下来是无罪的，我们没有必要为上辈子的人欠下来的债去还。可狼生下来就是要吃肉的，人不是畜生。除了你死我活，还有更有意义的事情去做。妹妹，你真的疯了！你明明知道魔教和万马堂是最大的死敌。这个男人来万马堂，他目的不单纯。你非但不阻拦，还要执迷不悟，你这叫引狼入室。这辈子我都没有做过什么选择，这一次我会坚持自己的选择。姐，如果你真为我好，你就什么也不要说，什么也不要做，安静地离开这里。我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往火坑里面跳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跟我去见义父。否则呢？没有否则。来人！小姐，什么事？把这个女人轰出去。是是。大老板，所有的地方都查过了，没有什么可疑的。大老板，万马堂所有的进出口和通道，我都派人守死了。我让你办的事怎么样了？我刚刚让兄弟们清点了一下人数，万马堂上上下下，连同马师、守卫、侍女，还有那些困在牢房里的马奴，现在唯一缺的就是傅红雪。果真是他，一定是他！我早就看出来这小子心怀不轨，他一定是嫉妒，所以才杀了慕容明珠。都是我不好，让他留在这儿。要是让我抓到他，我一定要用我的断马刀大卸8块。马大老板，你怎么就那么肯定，那个舔狗一定是有人假扮的呢？这是我万马堂的事，与你无关。哎，谁让我就喜欢管闲事呢？谁家的地不平，我都要拿铲子铲一铲的。你，公孙端，早就听说过叶公子有副热心肠，倘若你愿出手相助，老夫感激不尽。马大老板，当年天狗刺杀白大侠的场景，您是亲眼所见。今天那个凶手，一瞬间就使出13招杀招，与当年刺杀白大侠的手法如出一辙。如果天狗真的有穿墙遁地、不死之身的话，他会不会当年从燃烧的冲霄塔里跑出来，沉寂20年又出来复仇呢？
他不可能还活着。传我命令，捉拿傅红雪。凶手不是傅红雪。爹，凶手不是傅红雪，他不会做这样的事。灵儿，你跟傅红雪的事我已经略听一二。我知道你对那个男人有着不一样的感情，但你若一味袒护他，爹是不会答应的。爹，我没有感情用事袒护傅红雪，慕容明珠根本就不是他杀的。怎么证明？因为我把他用12道玄铁锁锁在了藏风阁。藏风阁？怎么会这样？现在事情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，明摆着了。傅红雪曾经受雇来刺杀大老板，被我等生擒之后，被迫做了马奴。这小子做马奴的时候，就一直对大小姐有非分之想。今日小姐大婚，他是新仇旧恨加在一起，所以逃了出来，扮成天狗的样子，在婚礼上杀了慕容明珠。不是这样的，爹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。闹够了没有？灵儿，你是马家的千金，这么多双眼睛在看着你，你的一言一行不但要为自己负责，还要对整个武林负责。可你心中每一念，口中每一言，都在那个傅红雪身上。我回到万马堂之后，听到不少有关你们的流言蜚语，有些话甚至说得很过分，但是我不相信，因为我相信我马空群的女儿不会做出那样的事，所以我才把傅红雪请来。我希望你能用自己的行为，让那些造谣者把那些话咽回去。可在刚才的婚礼上，我什么都明白了。你说，你刚才手上的匕首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小姐，你爹说的是真的吗？灵儿，从小到大，你都是爹最疼爱的女儿，从来不会跟爹起任何争执。这一次，爹为了你的将来，苦心安排你与慕容家的婚事。可是你却想把爹最疼爱的人变成一具冷冰冰的尸体丢还给爹，是吗？是这样的吗？爹，你真的太让爹伤心了。这凶手在我的面前杀死了我的女婿，现在想来，我不但不应该怪他，倒应该感谢他。要不是因为他，现在躺在我面前的恐怕就是我的女儿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就是为了那个傅红雪，是不是？大老板，万幸大小姐现在安然无恙，您先别生气了。爹，我是万马堂的千金，也是您的女儿。从我出生的那一天起，您就保护我，替我遮风挡雨，疼我，爱我。我知道我离开了您，离开了万马堂，我什么都不是。身为您的女儿，我得到太多了，可同时，我也失去了很多。爹，我想告诉你，其实我活得并不快乐。别人眼里再简单不过的快乐，对我来说，却比登天还难。因为我是您的女儿，从我出生那一天起，我的人生就已经被安排好了。
我没有任何权利去选择。对，我爱傅红雪，可同时我也没有权利选择他。我知道，这是我的宿命。我唯一能够选择的，就是结束我这不快乐的生活。你竟然敢在我面前说出这种话！爹，对不起。马大老板，这是我们马家的事，外人最好少插嘴。公孙大哥，你不是姓公孙吗？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不是管你们马家的事，只是傅红雪跟马小姐都是我的朋友，发生这样的事我也逃不开责任，我自己都想拿刀抹脖子。没人拦着你啊。可是我现在不能死啊！大敌当前，我们自己不能先乱了阵脚啊！我记得那个凶手说过，他1个时辰以后要杀1个人，现在算算，应该马上要到1个时辰了。用不着你操心，我已经安排侍卫在万马堂4周严加戒备，若发现敌人，立刻发射信号。只要那个天狗再敢出现，就像是跳进了一张网里，任他再耍聪明，也不可能从网里逃出去。公孙大哥，你可不要忘了，天狗是天上飞的，不是水里游的。他就算真的能飞，我也要把他的翅膀给拧断，让他老老实实的当一条狗。来人呐！天狗杀人了！天狗杀人了！快来人呐！天狗杀人了！来人呐！天狗杀人了！大蜘蛛，快看，左堂主的尸体是你发现的？没错，我来万马堂走得急，忘带了我的鼻烟壶，知道左堂主好这一口，所以过来跟他借一下。推开门，就发现他已经死了，他被天狗杀了。我们才刚刚打过照面，没想到他竟会是下一个受害者。这怎么可能？所有的地方我都布满了眼线，凶手是怎么进来的？看来这个天狗真的是会穿墙遁地之术，他是跟我们来真的了。我们管他是真的是假的，老子是来这儿蹭吃的，又不是来找死的。现在喜酒喝不成了，那就不奉陪了。马大老板，借我1匹马。报！大老板，大老板，不好了，我们的马被天狗杀光了，马全死了。哎呀，这个怎么办呢？我就是走，也要走出去。等一下，外面风沙这么大，你出去很危险的。总比死在这儿好吧？没用的，这沙暴刮得昏天暗地，没有万马堂的老马指引，谁都走不出这片大漠。看来这天狗是想把万马堂隔绝成大漠中的孤岛，谁都别想走。我告诉你，我老蜘蛛的命掌握在我自己手里，你们谁都拦不住。我再奉劝诸位一句，命比面子重要。在下先行告退。